我说是谁呢？原来是江北第一笑话的叶傻子，不然谁会说出这种不经大脑的蠢话？信誉极高的巴伦拍卖行会拿一件赝品出来拍卖，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那可不一定，如果是别人，我估计还会听。但这个小白痴说的，信的人才是真实。林董事长，虽然您是我们的贵宾，但希望您能看好自家女婿，不要扰乱拍卖流程，否则我们会让保安请他出去。江老，不好意思，我会好好管教他的。姑爷，我不是歧视残疾人，但你能不能闭嘴？巴伦拍卖行在全国古董界都名气不小，更有姜老这位鉴宝大师坐镇，怎么可能拿赝品出来拍卖？不是连累董事长跟你一起丢人吗？诸位放心，我姜某还不至于跟一个傻子计较。我看你才是傻子。说什么？哦，不对，花高价把一个垃圾买回家，并且还视作珍品一样供你，那就不只是傻子，而是比傻子还要蠢10000。你一个傻子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来人，快把他给我轰出去！我说出真相，你怕？哈哈，我会怕？我巴伦拍卖行的规矩，诸位都清楚。凡在场内找出假货，假一赔10。你赔不起。哼，我赔不起。行，今儿当着诸位藏家的面，你若能证明这尊青华是赝品，我江海当场认栽。但你要是证明不了，你得给我跪着出去。好啊，咱们就试试。横抱曲坛，真正的乾隆官窑青花，用的是浙料与回青调和，回青清脆，浙青高亮，石子青悠长。而这尊瓶发出的是杂了西洋口料的金属钝音，沉闷而短促。你身为拍卖行长眼，连清料基础都听不出来。纹饰、釉面、胎质、形态，全部符合清乾隆官窑特征。仅凭一声响就妄断真伪，你当诸位藏家是3岁儿童？你的水平实在太低了。既然如此，我就让你输得更明白一些。高浓度的白酒浇灌，纯正的古青会散发类似淡淡清香，而西洋技术仿造的假料则是刺鼻的药水味。好刺鼻的味道！这哪里是酒香，分明是化学药水！我亲自用高倍镜看过釉下气泡，测过胎体密度，怎么可能？我居然打眼了！假一赔10，2900万的10倍2亿9千万，巴伦要赔2亿9千万。建中兄，江老，你不必担心，不过是随口一说，这个赔偿的事就算了吧。他是跟我打赌，要不要赔，只有我能决定。你个混小子，翅膀长硬了，胆敢不听我的话，当着全江北权贵的面打假，让巴尔赔到破产，传出去我们林家在商界还怎么做人？亏董事长不嫌弃你脑子有病，不但对你管吃管住，还把大小姐嫁给董事长，这就是一头恩将仇报的白眼狼。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我叶天生做决定，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好你个2亿9千万，就算我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只要我死了就不用赔偿，不会牵连家人。你我之间的账还没清，你要死，等赔完了再死，我不拦着。你是不是冷血的？太无情无义了！不但忤逆岳父，还如此残酷对待一个老人家，这还是人吗？和氏璧真品，千年天然沁色，自成古韵，价值连城，无可兼量。你把那个赔给我，我们一笔勾销。你真只要那个，就不用我赔偿？废话少说，到底给不给？给，我给，马上拿给你。放着2亿9千万不要，反而要一块烂石头，我还以为这个傻子脑袋开窍了，原来依旧是个弱智。明天江北又多了一个天大的笑话。造孽呀！和氏璧，没想到你居然被当作石头埋藏在这里。既然老天让我找到你，我叶天生便穷尽此生，也要重现你昔日的辉光。这人放着2亿的赔偿款不要，偏要一块不值钱的破装饰石头，难道是不想当众让我下不来台？没想到这人不但眼光了得，还心胸这么宽广，真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啊！你是什么妖魔鬼怪，还不速速退去？休怪我对你不客气。智障东西，你又犯病了！我是你丈母娘。原来是丈母娘，这脸上贴的什么？跟诈尸似的。
林建中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招你这么个上门女婿，吃我的住我的，不求你光宗耀祖，你安安静静当个哑巴不行吗？今天这一闹，整个江北古玩圈都把林家拉黑了。建中，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这废物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咱们家的脸面都让他丢尽了。你知不知道林氏企业状况多危急？为了挽救公司，建中花重金竞拍古董，打算去讨好一位大人物，现在全被你毁了。还有我的宝贝女儿少卿，天天加班到凌晨1、2点才回家，就为了这个家。你呢？你倒好，2亿9千万换块破石头，你是存心要气死我们全家是不是？爸妈，我回来了。这就是原主妻子，不得不说，真是傻人有傻福。原主居然能娶到如此国色天生的绝代美女。不过，我既占了原主的身体，绝不能再给原主戴绿帽子。爸妈，你们刚刚在吵什么呢？我在走廊就听见你们的声音了。还能是什么？不就这个傻子搞出来的破事儿？非说人家江老的青花瓷是赝品，当众让林家丢尽了脸面，最后居然只要了一块破石头回来。爸，你消消气，今天都累了一天了，你赶紧回房间休息吧。哼！妈妈，你面膜都要干了，快去洗掉吧，不然白敷了。对哦，我还在敷面膜，有空我再来教训他。天生，你先去洗个澡吧。哦，这房子这么大，哪一间才是浴室？不能露出破绽，让别人知道我穿越的事，否则肯定会被当成异类。算了，随便进一间吧。喂，你往哪儿走？浴室在那边。我怎么感觉你今天跟之前有点不一样？你不会是被我爸妈吓得更傻了吧？我去洗澡。少卿，我煮了一锅大补汤，一会儿你俩喝完，早点回房里休息。都快结婚1年了，你们赶紧把事儿办好，给我们林家生个宝贝孙子吧。少卿，虽然这个叶天生脑子也有点坏，但身体其他部位都是正常，而且他长得挺端正，基因应该不错。你俩生下来的孩子肯定好看又聪明。林家只有你一个女孩，得要靠你俩传宗接代。这个李香琴感情把我当成，还搁那儿谈基因，而且要是让我跟林少卿生娃娃，实在对之前的叶天生太过残忍了。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天生，你没拿换洗衣服，快把门开开。我还没洗完澡呢。快点儿，别逼我发火。叶天生，你又做什么妖？怎么把水弄得满地都是？为什么不在浴缸里洗？那个是洗澡用的。我看你是故意捣蛋，赶紧洗干净，回房间睡觉。回房睡觉？这我是睡还是不睡？难怪结婚这么久都没有孩子，原来两人睡觉的意思是你在床上睡，我在地上睡，那也算是一起睡啊。如此看来，今晚我是没有机会帮忙传宗接代喽。既然老天让我重生一回，那么我就要好好过这一辈子。叶天生，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曾失去的尊严，我会为你亲手夺回来。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今天是奶奶70大寿，所有的亲戚都会到场，没有我点头，你不要乱说话，免得招来冷嘲热讽。爸妈又得说你丢我们家的脸。这件大清乾隆年间的瓷器，经过我们专家鉴定，乃是绝世珍品。垃圾！叶天生，你说什么？这帮水货专家就这点眼力也敢上节目装大师，简直是丢人现眼。你什么时候变得喜欢看鉴宝节目？谈不上喜欢，全当看几个小丑愚弄一群蠢货，图个乐子。我总觉得叶天生最近变得很古怪，但又说不清是哪里的问题。算了，一个傻子，神一阵鬼一阵的也正常。叶天生，你跟我去古玩城给奶奶买个礼物，咱们再一起去寿宴。美女，来我这看看啊，我这摊上各种古玩应有尽有，保准让你满意。
你想给奶奶买个什么样的贺礼？这个我也不懂。奶奶出自书香世家，最好有点历史意义，名人用过的。秋节毛笔真品，竹刻古笔，专刻救国诗文，价值1000万。那里有一支毛笔，可以拿去试试。什么？我们林家是江北大族，家业数不胜数，哪怕我们这一旁支境况不算好，也绝不能送一支廉价毛笔给奶奶当贺礼，不然只会更被亲戚们瞧不起。这一条古玩街，也就那支毛笔还算个东西，其他的都是垃圾。这毛笔由竹雕所成，纹饰布局繁密而疏落有致，确实品相不错。美女，你看中了这物件？这毛笔怎么卖？这毛笔是我在老城区连同一些旧书旧家具打包收回来的，总共不到100块，就算是卖500，那也有5倍的暴利。不过看着这俩人不懂行，我得狠狠宰他们一笔。这个你给这个数50啊，倒也不贵。什么50？5000啊！这么贵？美女，不要以为我讹你，这支毛笔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用过的。看到笔管尾端刻的这2字没有？秋千。当年张大师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不得已用的笔名。荒谬！章太炎为人孤傲，对清廷极尽嬉笑怒骂，何曾惧怕过鹰犬的逮捕？秋千这个笔名是你给他取的？哎呦，小哥，不懂别乱讲话。这支毛笔绝对是张大师的，我可以发誓。你算什么东西？你的誓言值几个钱？算了，最近不是家里有人住院，一时太缺钱，我也不会贱卖，给个4500拿走吧。500，这哪行？我说帅哥，你还价忒狠了吧？哪有砍到零头的？这个张大师的毛笔，之前好多人都跟我询过价。哎，要不是家里的人急需钱，我根本不可能摆出来卖。700，太低了。他果然还是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为这点小钱丢尽了林家的脸，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人？我说兄弟，你就别跟我还价了。你女朋友这么漂亮，现在太阳又大又毒，难道你忍心看着她搁这站那么久吗？连我这个外人瞅着都觉得心疼。算你会说话。行了行了，不就4500吗？我买。你这张嘴不错，很讨喜，那我多赏你300，1000。本小姐的美，只陪你多给300块。兄弟，1000的话还是有点低，要不900，多一句废话就少100。我来买，磨磨唧唧的，宴席都快要开始了，还为这点小钱跟人家吵这么久。1000块，拿着，把毛笔给我包起来。得嘞，我这就给您包起来。喂，爸。少卿，你怎么还没到？寿宴快开始了，来晚了你奶奶可要生气了。爸，我马上过去。这都几点了？全家都到齐了，就等你们2个了。好了，不要再说了，我们快点进去。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席了，别又让三哥他们又带着我们说一顿。哟，我们江北第一美女来的还挺晚的。想当初，家族长辈给林少七介绍了世家大族的子弟联姻，结果她偏要嫁给一个傻子，反倒把对方给得罪了，害得咱们家族被打压了这么久，她居然还有脸带这个傻子来！你们别太过分！别管他们，我们快找个位置坐下。慢着，老四，谁准许你们坐在这里的？三哥，坐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哼，当然，这次寿宴的位置安排讲究可大了，是按对家族的贡献来排的。能做主桌的，最起码每年要为家族贡献上千万。我们家今年经营不错，为家族创造了3000万的收益，才能上主桌。你们家算个什么东西？我说四弟，你也别怪我们家安平说话难听，主要是你们家经营的那几家公司今年亏损严重，几乎快要倒闭，哼，还想上主桌？不撵你们出去就算好的了。今天是你奶奶的寿宴，别跟他们置气，要是惹恼了你奶奶，咱们家可没好果子吃。
三哥，那我们坐哪一桌？你们呢，坐第9桌吧。三叔，这就太过分了。第9桌坐的全是跟林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是老家人就是司机、管家，你居然让我们跟他们坐一桌。林少卿，要我说，你们家连第9桌都不配坐。人家虽然是佣人，但是也对咱们林家尽心尽力。但你们一家明明是副贡献，根本不配跟他们坐一桌。爸，我建议另开第10桌，让四叔一家坐，这样也能鞭策他们明年好好努力。您认为这个提议行吗？我觉得行。四弟，你赶紧带着你家那几口到一边坐去，别站这里碍眼，影响老太太的食欲。现在只有奶奶站出来说话，才能让三叔一家闭嘴。奶奶，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天生特意为您选的寿礼。看看，看看，70大寿送一支破毛笔，笔管上还沾着泥。这是刚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吧？网购9块9包邮吧？这林建中一家可真是有孝心啊！什么狗屁玩意儿啊！也敢拿到奶奶面前丢人现眼！林嘉文，你凭什么摔我的寿礼？就这破玩意儿，我摔了又能如何？大家还是看看我给奶奶准备的寿礼吧。奶奶，这是孙儿托了无数关系从海外拍卖行抢回来的真迹，明末女画家李英的芙蓉鸳鸯图。芙蓉鸳鸯图赝品，人工上色，刻意做旧仿古画，价值500元。这幅画光是拍卖价就花了整整400万，而且古代女画家的真迹极罕见，实际价值起码翻10倍。叶天生，就算你是个脑子不灵光的傻子，今天也给我看清楚了，给奶奶送礼得送这种极品。嘉文用心了，这确实是个好物件儿。别拿地摊上的垃圾来敷衍奶奶。堂哥，你的礼物的确贵重，但奶奶出身书香门第，送毛笔也是我们的一番雅意，礼轻情意重。呸！少在这酸了，你们就是舍不得花钱，没把奶奶放在心上。我挑的毛笔，即便再廉价，也是真的，总比拿一幅假画来糊弄奶奶要好得多。你这个傻子，胡说八道什么？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画是我花400万拍来的，德胜斋3位专家亲手鉴定，你说假就假。这德胜斋是个老字号的古董店铺，历史悠久，加之坐镇了好几位古玩协会认证的鉴宝专家，公信力极高，经他们鉴定过的东西绝对没有问题。建中，看看你招的好女婿，自己是个废物也就算了，今天我大寿，他居然在这满口胡言，丢尽我林家的脸。妈，对不起对不起，他脑子不好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这就让他闭嘴。奶奶，这画巴伦国际拍卖行华国区总负责人鉴宝大宗师江海大师前来给老太太贺寿。江大师，我身子不太好，招待不周，望多多包涵。林老太客气了，今儿是您的70大寿，下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我给您准备的寿礼。多谢江大师的厚礼。江大师，您来的正好，我新收了一幅李英的芙蓉鸳鸯图，可偏偏有个不长眼的，非说是假的。您帮我长长眼，也好让那傻子死个明白。谁说这幅画是假的？就是那个傻子。叶大师，我们又见面了。当初在拍卖会，多亏您高抬贵手放了我一马，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谢你。江大师，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就是个脑子有问题的赘婿啊！放肆！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对叶大师不敬？江大师，您别生气，可这幅画我儿子特意去德胜斋鉴定过，确实是真的啊！您千万不要被小人蒙骗了。哼，德胜斋算什么东西？我江海今天用人格和一辈子的名誉担保，叶大师说它是假的，它就绝不可能是真的。否则
我江海终生不再涉足古玩行。这傻子除了招外人耻笑，一无是处，怎么会得江老这么重视？我不服！凭什么他口口白牙一句话就是假的？真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否则你今天必须跪下给我道歉。叶大师，在方才一时无法鉴定真伪，望您不吝指教一二，让我开开眼界。想知道真伪，其实很简单。死傻子，你竟敢撕烂我的画！这叫尼龙线，于1938年由杰出科学家卡洛恩斯合成，是第一种合成纤维。请问，明代的李殷是如何用1938年的尼龙线来缝制画轴的？搞了半天，拿个假货来糊弄老太太，真是丢人现眼。那画真是假的，岂不是几百万打水漂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我花大价钱买的画竟然是假的。其实那幅画是假的，也只是我儿子涉世未深，所以才会被人蒙骗。但你呢？随便在地摊上捡个破烂毛笔就拿来送给奶奶，像话吗？我看着嘉文长大的，他一直都很孝顺，这次肯定不小心被骗。再说了，那幅画就算假的，画工看上去也很不错，最起码比那支毛笔值钱多了吧？少卿，我们家又不是穷的揭不开锅，干嘛要买这种垃圾做贺礼？你们觉得这是垃圾？不是垃圾，那是什么？今天是老太太70大寿，全江城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你拿着破毛笔当贺礼，让我们林家的脸往哪儿搁？叶大师，这一支秋瑾的竹雕毛笔，您是打算送给林老太做贺礼？秋瑾是谁？莫非是历史上名扬天下的女英雄秋瑾？不错，正是女英雄秋瑾的笔，意义非凡。以我多年的拍卖经验，估价绝对不低于1000万。不可能，不就是一支臭毛笔，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好羡慕少卿，老公送礼一出手就是1000万级别，1000万的贺礼，天生孝感动天啊！林建中，你真是好福气，有个好女婿啊！哪里，天生的孩子没别的好，就是比较孝顺。叶天生今天怎么像变了个人一样？他不仅懂鉴宝，还随手就能送出1000万级的神物。这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懦弱无能、一无是处的赘婿。他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站住！谁允许你们坐这儿了？建中、天生，你们几个到我这桌吃饭。好嘞，妈。怪不得三哥这么稀罕这个主桌，这主桌确实坐得舒服。哈哈哈哈！妈，那我们坐哪儿？哼，你儿子那个赝品来给我祝寿，难道你们还想做主桌吗？你们还是滚回家吃泡面去吧。哎呦，吃泡面多没营养！三哥、三嫂，要不打包点菜回去，比如那些鸡屁股、鸡头之类的，反正不是扔了就是喂狗。哈哈。嘉文，我们走。这饭不吃也罢。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天生，今晚你洗完澡到床上等我。什么？林少卿说的那句“今晚洗完澡到床上等我”到底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今晚我们就要传宗接代？这进展未免也太快了吧！老天，她今晚怎么这么美？冷静，你冷静一点。少卿，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你到底是谁？我当然是叶天生。我实在敏感过头了。你若不是叶天生，又能是谁？女人的第六感真是神奇莫测，她居然察觉到我的不寻常之处。也许是老天开眼了，让你学会一点鉴宝，这样你有一技之长，将来我们离婚。离婚？林少卿，在你心里，你就这么嫌弃我叶天生？叶天生，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想造反不成？我只想听你回答，
是不是特别嫌弃我？叶天生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从前我让他往东，他绝不敢往西；让他站着，他连坐都不敢坐。今天怎么敢用这种眼神和语气跟我说话？不用担心，就算我们离婚，我也会分一部分财产给你，保证你下半生不愁吃喝。我一个男子汉顶天立地，用不着你一个女人来养。不用我来养，你说说这些年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靠我们家？没有我们家，你只能饿死街头。原来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这么没用的废物。林少卿，你给我记着，不管是为了从前还是以后，我一定会让你心甘情愿做我叶天生真正的妻子。就凭你？世上没有我叶天生办不到的事。明天我会去古玩城找到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贝，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本事。好啊，那我拭目以待。我兜里就剩1000块，想在这些精明商贩手里捡漏，只能去地摊碰碰运气了。张老板，这幅画我去年花了10万块从你这儿买的，现在我急需用钱，现在连一半都要不回。笑话！古玩行规，买定离手，概不退换。你当这是超市退货呢？老板，我老娘前不久被车撞了，现在急需一笔钱交医药费，求你行行好，退个3、4万也成。赶紧给我起开，别挡着我做生意！不是吧？这画用墨浑浊，画工极为拙劣，居然有人会花10万块买这幅垃圾画？他不是弱智吧？难怪卖家死活不肯退钱。就这么个破画，点火烧都嫌赔了火柴钱。这画的表层墨色浑浊，画工拙劣，是典型的近代做酒手法，但轴头是明代焦赤木老料，装裱工艺用的是宋代双层夹表秘术。这画的内里必有乾坤。你这个奸商，你设局骗我！这明明就是幅毫无价值的假画，你赔我钱！胖子，你不要胡说八道，我这儿从不卖假货，谁能证明你这画是在我这儿买的？这幅画就是你卖给我的！大家快来评评理，都替我作证啊！我这人做买卖从不坑蒙拐骗，做生意童叟无欺，这人居然还想敲诈勒索！这幅破画，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按道理不会有傻子花钱买才对，更别说10万块，肯定是故意买了假画来讹人家老板的。好一个居心不良的死胖子，敢拿假画到古玩城公然讹诈！哼，老板就该狠狠把他打出去，看他还敢不敢。妈，怪我不听你劝，非要倒腾这些，搞得现在连你的医药费也拿不出，都是儿子的错。胖子，拿着假画招摇撞骗，按规矩得给你抓起来。不过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把画撕了，我可以既往不咎。否则等会儿你被抓走，你妈连个送命的儿子都没有。别，我死还不行吗？住手！这幅画我买了，你能出多少钱？我就剩1000了，你先拿着。还以为出多少钱呢，原来只是1000块。1000块不少了，那幅垃圾画，世上还有哪个白痴肯花钱买？胖子，看你是撞大运了，竟然能遇到比你更傻的人，麻溜点卖给人家吧，错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小哥，你是个好人，不要花冤枉钱了，这画根本不值钱的。这1000块只是先付的定金，1小时后我会付剩余的99000块，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什么？是不是听错了？这小伙子要出10万块买这个假画？帅哥，一看你就是古玩圈的老行家，来看看我的这些宝贝，保证你满意。何必花10万块买一张废纸回去？鼠目寸光，就你这个下三滥的奸商，分得出什么是宝贝？赶紧给我跟开，别脏了小爷我的眼！臭小子，别给脸不要脸！就你的眼力，也只配跟那个胖子一档次，花大钱买一堆垃圾。你考虑好了没？我妈还在医院等着钱救人，1000就1000吧，总比1分没有强。我考虑好了，画给你。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还敢夸下海口说1个小时之后拿出来10万？我看你连个屁都拿不出来，纯纯一个大傻子。那你就看好了，究竟谁才是傻子？那是什么？画里竟然藏着另外一幅画，想不到这画里内有乾坤。那小子是怎么看出来的？你是怎么发现出来这画中画的？我收藏了这画这么久，
从来没有察觉到任何特别之处。很简单，这幅画的天地缸和轴头是明代鸡池木老料，但表层画纸是机制宣纸，装裱采用的技法是宋代双层夹表秘术，是古时藏家护宝的常用手法。小兄弟，你别卖关子了，这藏在里头的那幅画到底值多少钱？唉，可惜不是名家大作，勉强值个100来万吧。100万！我在这摆摊10年也赚不到这么多啊！我的100万啊！这本该是我的画啊！多行不义必自毙，到手的100万不要，居然还送给了别人，换我非气得跳河不可！把我的画还给我，我不卖了！啊！哎呦，我的鼻子！你这个奸商，不讲诚信，不顾他人安危，此乃不仁；败坏古玩行规，此乃不义。你若以后还是这样，下场会比今天还惨。活该！输不起还抢，丢人现眼！哎呦，我的100万呐！那小兄弟的母亲还等着钱做手术，必须立刻把这幅画出手，多耽搁1分钟都是人命关天。以水聚财，这招财入宅的风水局有点门道。什么事儿吗？买东西还是随便看看？你们这儿收东西不？当然收，你有什么货？小贵，把我的家伙拿过来，快！这纸张是上好的古宣，历经数百年，却无脆裂翻黄之态，保存得太过完好，绝非近代仿品，倒是有几分前朝顶级古画的气韵。这小子穿着普通，一看就不是什么古董收藏家，8成是家道中落拿来变卖的，不懂行情。这幅画还可以，但并不是名家之作。你准备卖多少？100万，不让价。这小兄弟口气还不小啊！小兄弟，实不相瞒，100万的单子我做不了主，我们老板就在内廷，请跟我来。带路，时间宝贵。小兄弟，请。看来这铺子只是表面门面，真正的交易和藏有圈子都藏在后面。果然是深耕古玩行的老店，规矩不少。今天拜访的贵客多，您请先歇息片刻。这位便是本店东家马老，在咱们整个江北市论古玩鉴赏的权威，除了巴嘎楼拍卖行的江海，就要数马老见识最广，人称杂项泰斗。杂项泰斗，看来这个马老确实是有点实力。老掌柜，小伙子，听掌柜说你手里这幅画要价100万。这幅画值不值100万？你看过便知。咦，年轻人还挺有自信。小伙子，看不出来你还挺有能耐的，居然能拿得出100万的画，该不会是假的吧？不知是什么画，居然敢喊出100万的报价。这是出自明朝文征明的早期画作，虽然不是巅峰之作，但从笔墨之间依稀能看出后期的艺术风格，难得，真是难得。什么？这小子拿的画
竟然真的是真迹！文征明的画作存世不多，这幅虽属早期作品，画风仍有瑕疵，不过卖100万还是物超所值。敢问小兄弟，这幅画你是从何处得来的？1000块，在路边地摊淘来的。1000块淘到文征明真迹，这简直是捡了天大的漏啊！年轻人，你这运气不错啊！你说话给我放尊重，这可不是什么运气，是靠我自己的真本事。狂妄，捡了个漏，真把自己当鉴宝宗师了，敢对马老这么说话？只不过踩了狗屎运，捡到一幅不错的画，他以为自己是什么玩意儿？无妨，年轻人难免有点傲气。老夫开着玉轩阁，只为以友会友。这画我替你找买家，按行规只收1成佣金，如何？成交。此人衣着朴素，但气度沉稳如山，鉴宝眼力精准老辣，绝非寻常之辈。他到底是什么来头？这是委托合同，小伙子你看一下，没有问题就签字吧。这转让合同与之前的契约文书大同小异，应该没什么陷阱。文征明真迹山水图，出价100万，诸位谁要？我出105万，我出110万，都别争了，我出120万。小伙子，120万，这幅画归我了。等一下，我有一个条件，我要10万块现金。现金？我一个老头子怎么可能随身带着10万块现金出门？老何，我店里刚好还有现金，由我来帮你垫付吧。那感情好，老马，谢了。叶老弟，120万扣除1成佣金12万，实付108万，我让桂田打入你的银行卡。可以。马爷在古玩界何等身份，竟叫这20出头的年轻人为老弟，这人看起来不一般啊。叶先生，这是10万块现金，您清点一下。叶老弟，对这笔交易还算满意吧？往后但凡淘到好东西，尽管送到我玉轩阁来，价格绝对包你满意。合作愉快，告辞。叶兄弟，那幅画卖了吗？叶兄弟，这是答应给你的10万块，你我之间自此两清。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古玩这行，不是一般人能碰的。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他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今日我帮你，但奉劝你一句：及早抽身，免得万劫不复。我知道了，谢谢恩人，大恩大德，我胡修文这辈子不忘。妈，您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身体好得很，我是心里堵得慌。怎么啦？谁惹您不开心啦？还能是谁？昨天跟几个朋友去喝早茶，到了那里，我终于懂得什么才叫幸福。喝个早茶，怎么还跟幸福扯上关系了？李姐的儿媳妇看着瘦不拉几的，上个月都生了第3胎，最厉害的还是王阿姨，一群孙子辈坐满整整一桌。可怜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角落里。少卿，你说这早茶我怎么吃得下？唉，又开始催生。要是人类能再次进化，女人不需要男人也能生孩子就好了。妈，这生孩子的事儿急也急不来啊。急不来？你老实回答我，到底是你有问题？你胡说什么呢？这事儿急不来，天生我俩挺好的，总不能让我告诉妈，我和叶天生结婚到现在连房都没同过吧？少卿，
这可是妈当年怀上你的压箱底宝贝，有了这些，今晚你肯定能拿下天生。哎呀妈，我不要，拿着，今晚必须给妈用上，明年这时候我必须抱上大孙子。妈也真是的，这种羞死人的书还是从哪儿弄来的？按照书里边的，真能怀上娃娃。我和叶天生终究是合法夫妻，与其一直拖着，迟早要给爸妈一个交代。便宜他，总比便宜陌生人好。爬过山顶，如果海里难免粗心。好险！要是被叶大成看见我看这本书，他指不定怎么想我呢。先装睡，看看他啥反应。呼吸这么乱，装睡都装不响。算了，不打扰他，免得又吵起来。算了，还是我先开口吧。天生，你睡了吗？那个，我有事儿想跟你谈谈。死爷天生，算你没福气，以后求我，我都不给你机会了。天生，快来公司，少卿出大事了！妈，发生了什么事？少废话，赶快到公司，不然你老婆要没了！林少卿，睁大你的眼睛看看，华龙集团除去现有资产，净负债已经超过10个亿，你今天必须给家族一个交代！大伯，华龙之所以负债，是因为科学城项目在关键期，只要我们林家能拿下这个项目顺利开工，利润至少50亿，情况马上就能好转。拿下科学城的项目，说的真好。你知道有多少地产商巨头对这个项目虎视眈眈？你有什么本事夸下海口？大哥，为了这个科学城的项目，我们华龙已经投入大量资金。以市场的反馈来看，一旦成功拿下，利润将会超过50亿，足以填平负债。大哥，别信他的鬼话！我认为华龙不可能竞争得过其他对手，及早离去才是上策，否则窟窿只会越挖越大。不行，前功尽弃，损失更大。都给我闭嘴！少卿，虽然华龙是属于家族的，但是你也不能无视本族的利益。目前我有一个解决方案，只要你点头同意。什么方案？江家的大公子至今对你还是念念不忘。前不久江家派人跟我谈过，只要你跟那个傻子离婚，并且嫁入江家，他们不但会填补华龙的负债，并且帮我们拿下科学城项目。当初我就是为了不嫁入江家，才嫁给了叶天生。想不到时隔1年，江家还是不肯放过我吗？不行，大哥，那江大少是个出了名的虐待狂。之前嫁给他的女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逼疯。你这是把少卿往火坑里推。嫁给暴女王，也总好过嫁给叶天生那个连话都说不明白的傻子强。搞得人财两空，我绝不同意。只要有我在，谁都别想动我的女儿。我们今天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亏损了这么一大笔钱，如果到期还不上，就等着被逐出家门吧。三弟，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坐下好好说。少卿，大伯怎么会害你？听说江少最近脾气改好了不少，你只要签了离婚协议，嫁给江少，大家都能活。少卿啊，你可不能那么自私，只想着自己，不为整个家族考虑。还是快点和那个傻子离婚，嫁给江少，把欠的债还上，别害了林家。就是少卿，你还是赶紧离婚吧。那个傻子有什么好的？这算什么离婚是故事呀？什么想我？我看谁敢逼我老婆离婚！放肆！谁让他进来的？
少卿，没事吧？我没事，可你来干什么？妈说你受人欺负，我担心就过来了。你来有什么用？怎么没用啊？刚好可以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啊！谁说我要离婚？不离婚也行，只要你帮老婆还清债务，就可以不离婚。欠多少？我还。你一个吃软饭的，你有多少钱？这张卡里有100万。100万？他以为这是去菜市场买白菜呢。100万连利息都不够扣。傻子，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老婆欠的是10个亿。行了，你在这里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吧。10亿是吗？给我一点时间，会帮你还清的。别傻了，那可是10亿。我叶天成许下的承诺，一定能履行。痴人说梦！你只是一个上门女婿，拿什么来还清10亿债务？看在一家人的份上，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天哪！这是江北市10年一度的网玩鉴赏大会请柬，大哥，您居然能弄到请柬！古玩鉴赏大会，那可是咱们江北市规格最高的名流盛宴啊！咱们林家上一次拿到请柬，还是50年前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大哥真乃神人也。这不过是江家稍微动动手指，给咱们林家的恩惠罢了。大哥，那这请柬能带几个人啊？要是方便，带老弟去见见世面呗。能带10个人。负责科学城项目审批的官员也会出席，只要能在宴会上拉到大财团支持，华龙集团的债务根本不算什么。多谢大哥！到那时候，我们一家一定拼尽全力去求审批官员，保住华龙集团。建中，你误会了，这10个名额里可没有你们一家。哎呦喂，四弟，你可真会自作多情。大哥，那我能去吗？三弟，你去年可是给家族创造了几千万利润，当然能去鉴宝大会了。林朝风哪是要帮我们，分明是借机羞辱我们爸妈。这口气咽得真憋屈。现在你们可以离开了。古玩鉴赏大会是马老前2天跟我说的那个吗？小伙子，像你这样德才兼备的年轻人不多了。古玩鉴宝大会即将开始，如果你要不去参加，这将是鉴宝大会的一大损失。希望你能赏老夫几分薄面，前去参加。届时你直接过去，门口报我马老的名字，就说是我请的人，没人会拦你。马老，您过誉了，我有时间一定会去。少卿，你真的很想去那个古玩鉴赏大会吗？废话，去那里是华龙唯一活命的机会，可又能怎样？你根本没有办法带我进去。我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说大话？你为什么永远不能成熟一点？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一次？好，叶天生，我最后信你一次。如果你做不到带我进鉴赏大会，我们立刻离婚，各走各路。行，一言为定。天生，这可是卧龙山庄，咱们连张请柬都没有，真能进去？我真是昏了头，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这下糟了，那么多名流绅士，要是被拦着门口，肯定要被人家笑掉大牙。要不算了，还是回家吧，我们连请柬都没有。有我在，你们不必担心，跟我进去便是了。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走，请出示请柬。我是马老邀请的人，叶天生。原来是叶先生，快请进。马老邀请的人，叶天生。他一个上门女婿，
怎么会认识马老这种人物？门卫还对他这么恭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家人，能一起进去吗？当然可以。叶先生的家人就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您请。爸妈，少卿，我们进去吧。大哥，今晚的古玩鉴赏会，咱们不会碰到老四林建中那一家子吧？二哥，你太高看他们，就凭老四那点家底，拿头来参加这种顶级宴会？我今天把话放这儿，要是老四一家能进来，我林外明当场倒立洗头。什么？那不是老四一家吗？他们怎么进来了？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进来的？去查查安保那边怎么回事。哎呦，这不是四弟吗？你们还真混进来了。本以为今晚是高档宴会，可一看到你们，这宴会的档次瞬间被拉低了。林安平，闭上你的臭嘴！四弟，我跟你开个玩笑而已，你生什么气呀？小子，没看出来你倒有点本事，居然真的能带他们混进鉴宝大会。井底之蛙，所见者小，你看不出来的东西还多着呢。臭小子，我活了那么多年，是第一个敢这样跟我说话的人。我会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下场会是怎样。怎么回事？谁在卧龙山庄喧哗？王主管，你来的正好。我举报这几个人根本没有请柬，是偷偷溜进来的。这位先生，请出示一下的请柬。凭什么他一句话叫我们出示？你怎么不查他的请柬？因为林老爷是楚州江家特邀的贵宾，而今晚所有的请柬都是我亲手写的，我可不认识你们。王主管，他叫叶天生，就是个倒插门的废物女婿，他能有请柬才怪。原来是个吃软饭的赘婿，真丢脸！这种下贱东西怎么混进来的？保安是干什么吃的？还不赶紧把他们轰出去！先生，如果你拒不出示请柬，那我只能叫保安把您请出去了。我没有请柬。该死，没请柬还敢嚣张！来人，把这几个混混给我轰出去！四弟，你说你们这又是何必呢？你不会以为混进来就会跟我们是同一层次了吧？这样只会自取其辱，因为你永远只是社会底层的垃圾。慢着，我虽无请柬，但我是受人邀请而来。你若不信，大可去核实。受邀？今晚能不凭请柬入场的，只有主持宴会的赵先生的特邀贵宾。你认识赵先生？我不认识什么赵先生。哈哈哈！大家听见没有？他连赵先生是谁都不知道，他就是个傻子，林家的智女婿。原来是个智障啊！真是笑死人了！敢耍老子！动手！把他们扔出去！我看谁敢对叶老君无礼！天哪，这不是咱们江北市首屈一指的商界巨头赵本林赵总吗？他怎么亲自来了？等等，他走去的方向，好像是那个被保安围着的林家赘婿。这不是玉轩阁的马老吗？原来他的真名叫赵本礼，是江北市的商界巨头。赵总，您大驾光临，真是让本次古玩鉴赏会蓬荜生辉呀！哼，王主管，你今天可真是耍了好大的威风啊！赵总，您这是何意？小人哪里做错了？叶天生叶先生，是我邀请的贵宾，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叫保安轰他出去！这怎么可能？赵本领在江北市手脚通天，连林家都要仰望，
他怎么会叫这个傻子赘婿为贵宾？赵总，对不起，我真不知道这位叶先生是您的贵客。要是一早知道，给我1万个胆子也不敢冒犯啊！叶老弟，真是不好意思，惊扰了你的雅兴。如果早知道有这种不长眼的狗叫唤，我一定亲自派人开车去接你。无妨，大好的日子不过是几只吵闹的苍蝇罢了。林总，林大少，您快帮我跟赵总求求情啊！我是替您办事的呀，不然我彻底完蛋了。混账东西，连赵总的贵客都敢得罪，你这无能的败类，简直是古玩大会的耻辱！赵总，我举双手赞成封杀他。算你识相，还不赶紧滚！是，我这就滚。叶老弟，古玩鉴赏大会快要开始，我们先去看看部分展品吧。好，走吧。赵总，久仰大名，在下聚宝斋沈富强，今日一见，足为平生啊！赵老板，您贵人多忘事儿，上次华东慈善晚会，咱们还喝过一杯呢。本领兄，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周兄，你亲自极力邀请，我若是不来，那岂不是太不识抬举了？我哪有这么大面子，能请得动江北首富啊？这年轻人剑眉星目，站在赵本领身边，竟毫无被压制之感，反而如翠竹般傲骨天成。我见过无数豪门子弟，竟无一人能有此等超凡脱俗的气度。周兄，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叶天生，叶老弟。老弟，本领兄，你一向不喜和人打交道，今天竟然称呼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为老弟。周兄，叶老弟的本领绝非凡雄可比，你日后自然会知道。叶老弟这位便是江北市古董商行的掌权人周文康。幸会。周总，您好，您好，在下是华龙集团的林建中，之前跟您的秘书约过几次，您真是贵人事忙，今天终于能一睹真容了。林总，今日是私人交际，不谈公事。是我冒昧了。天生，这个周文康就是负责审批我们林家科学城项目的决策人，千万不能得罪。叶老弟，不知你平日里是在哪个领域钻研，能得本领兄如此推掌？不过是些山野兴趣，谈不上钻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怡，欢迎各位尊贵的来宾来到江东市鉴宝大会，慧眼鉴宝，古韵流芳。叶老弟，10年一度的古玩鉴赏大会，不但是圈子内的交流互动，同时也是一场同台竞技。同台竞技？这鉴赏大会分3轮，胜出者可以获得本次大会的奖品，就是展台上的那几件。这些藏品倒是价值不菲。叶老弟，看你这眼神，是想上去试试？有这个想法。上去竞技的都是大师，你别胡闹。放心，看我把那些藏品都给你赢回来。随便你，反正丢人的不是我。请各位稍稍安静一下，现在由我向各位贵宾讲解一遍本次鉴赏大会的规则，一共分为3轮。第1轮慧眼识珠采取自主报名制，意思是会场的任何人都能参加。第2轮妙手鉴宝，第3轮洞见古今，最后的获胜者将得到所有奖品。据说本次大会特别提升了奖品的规格，其中有些价值1000万。赢了这场比试，说是一夜暴富也不为过。你以为很容易吗？想要赢下比试，跟中彩票没多大差别。第1轮慧眼识珠，现在开始。参赛者需要在10分钟内从照片里挑选出3件价值最高的珍品。请问哪位大师愿意上来拔得头筹？我先来。这位可是和顺斋的首席鉴宝师贾和玉贾大师。贾大师出自鉴宝名门，钻研了古玩几10年，
第一关对他来说还不是手到擒来？请问您准备好了吗？没问题，开始吧。那么开始。2张照片的间隔，竟然连10秒钟都不到，这也太快了！10秒钟连看清都难，更别说鉴别真假，挑出3件价值最高的真品了。这真的不是在耍我们吗？太快了，根本来不及细细甄别。这下要是答不上来，我和平顺斋首席鉴宝师的脸面往哪儿搁？贾大师，请说出您的答案。你这照片放得太快了，我没看清。还名门出身的鉴宝大师呢，连鉴宝大会的第一关都过不了，这几十年古玩算是白钻研了。有请下一位参赛者上台。这题目也太难了，连贾大师都栽了，谁敢上去丢人啊？可不是嘛，万一答错了，以后在圈子里还怎么混？各位贵宾用不着谦虚，我相信现场肯定有很多深藏不露的高手，请上台一展身手。这人谁啊？穿得跟个乡下老头似的，不知道，没见过这号人物。大家给这位先生鼓掌，加油！洪宁天宝，名坊3亿，徐阳的姑苏繁华图。哼，这种级别的题目也配叫鉴宝？第一件崇宁铜宝钱币，第2件名坊3彩天王俑，第3件清代徐晃的姑苏繁华图。完全正确，恭喜这位先生，您顺利进入下一轮。承让，承让。我想起来了，那人是高阳，燕城第一鉴宝大师高阳，就是那个在国外低价淘回宋代礼堂烟寺松风图一举成名的高阳，怪不得。还有哪位高手愿意上台一试？我来，我也来试试。目前已经有9位高手通过第1轮，请问还有哪位贵宾愿意一试？我。天生，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把握吗？周总和各位大佬都在下面看着呢，你的比试结果可关系到华龙集团能不能拿到科学城项目。华龙的生死现在全系在你的身上。少卿，放心，你就坐在这里，等我的好消息吧。大哥，你看叶天生那傻子样，这傻子不过是懂了点皮毛，还真把自己当鉴宝宗师了。哼，跳梁小丑，咱们就等着看叶天生怎么丢人现眼，跪地求饶吧。胡闹！叶天生这个废物，怎么能上台参赛？这不是故意上去丢我们林家的脸吗？叶天生，你可一定不要让我失望啊！这位先生能上台，已经是勇气可嘉了。祝你能够顺利通关。现在我宣布，计时开始。距离比试结束只有10秒钟了，天生怎么还不动啊？要来不及了！小子，没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赶紧滚下来吧！就是，别在这儿耽误大家时间，丢人现眼。时间到，先生，如果你答不出来也没关系，毕竟这些题目对那些古董圈里打拼了几10年的老师傅来说都很难，更何况是你这样的年轻小伙子。这10张照片里的东西全是赝品，非要我给个答案，那就是一文不值。这小子昏了头吧？居然说那些照片里的古董都是赝品。我猜他是说不出正确答案，怕当众出丑，才想出这种荒唐的理由。这小伙子还是太年轻了，那里面明明有一件元青花鱼草纹玉壶，他居然说是赝品。本领兄还说他有几分真本事，看来是盛名难副啊。大哥，这小子怕不是急疯了，才能说出这种混话。10件全是赝品，
鉴宝大会怎么可能出全是赝品的题目？我看他就是来耍道具的，等会儿被评委判了错，看他还有脸待在咱们林家。我就说这小子靠不住。现在好了，直接在这么多大人面前丢尽了林家的脸。哼，年纪轻轻就敢口出狂言，10张全是赝品，我看你是根本没看清，在这里胡言乱语博眼球。叶老弟，你可要考虑清楚，要是答错了，你可就无缘参加后续的比赛了。我再怎么考虑，也还是那个答案。照片上的这些东西，就是一文不值的赝品。先生，请不要胡言乱语。如果你是来捣乱的，我只能请保安。不好了，方小姐，出大事了！后台系统刚才发生故障，错把准备好的10张赝品照片投上屏幕了。什么？英雄出少年啊！竟然能一眼看出全是赝品，这份定力太可怕了。主持人，我算通过第1轮了吗？当然通过，恭喜先生晋级第2轮。第2轮规则：妙手鉴宝，所有参赛者必须戴上眼罩，只能用双手隔空抚摸，在10分钟内写出答案。蒙眼鉴宝，这可是真功夫啊！不靠眼睛，全靠一双手的触感，一般人根本做不到。可不是嘛，咱们平时摸古董都得睁大眼睛瞅半天，这蒙着眼睛还只能隔空摸，神仙来了也未必稳啊。不对劲，太诡异了，这根本摸不出来，究竟是什么鬼东西？10分钟时间到，先生请离手。我在古玩界摸爬滚打40年，今日竟然连这器物的财力都探不出半分。我高阳摸过的古董不下万件，今日竟完全摸不出这器物的路路。难道这世上真有我高阳探不明的材质？10分钟时间到，请高阳先生落笔。接下来有请最后一位参赛者叶天生先生。原来是清代御用棉甲，甲面缎料细密光润，触之沉稳厚重却不炙手，唯有宫廷造办处精工精研才能制出这般制式。这东西十分罕见，刚刚那些人摸不出来也正常。大哥，这傻子这就结束了，连1秒钟都没用到吧？前面9位恨不得把手粘在宝贝上，这小子逗大家玩呢。咦，他这是干嘛？还有那么多时间，怎么不多摸几下？建中，你说这傻子是不是又犯病了？妈，我们要相信天生，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有个屁的道理！林家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我连这东西的材质都没摸出来，这小子居然摸了一下就知道了。他绝对是在装神弄小，随便乱写一个答案蒙混过关。等公布结果的时候，倒要看他怎么收场。叶老弟实在太厉害了，每件器物的鉴定细节精准入美，甚至纠正了学界误区，功底远超寻常后辈。这棉甲本身就特别稀有，没几个人亲眼见过，不少老手研究半辈子都摸不透门道，他就随手摸了一下，直接认出来了。他是不是提前知晓考题啊？绝对不可能。这考题是我们几个昨天临时敲定的，连山庄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内容。他叶天生一个外人，怎么可能提前知晓？看来这个叶天生确实有真本事，咱们赶紧整理结果，公布晋级名单吧。但是你可一定要顺利过关啊！林家能不能翻身，全靠你了。各位贵宾，第2轮盲摸鉴宝结果已出，本次只有3位最接近正确答案的参赛者通过。第1位韩元同，答案清代盔甲；第2位高阳，答案
清代黄色云龙纹暗花缎面棉盔甲。主持人，赶紧说啊，第3位到底是谁？天生，一定要是你啊！你可千万不能说，林家的名声全陷在你一个人身上。第3位，叶天生，他给出答案：清代宫廷御用云龙纹棉甲，为皇家特制赏功战甲，专门用来赏赐立下重大功劳的朝廷重臣。答案完全正确。怎么可能分毫不差？不但讲出名字，连来历都分毫不差，里边是不是有猫腻啊？我的天，连年份和历史背景都摸出来了！若不是暗箱操作，提前知道答案，正常人不可能做到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这套御用的盔甲一直被封存在库房，5年间从未对外公开，连老头子我都只见过1次。叶老弟竟然能一指断乾坤，分毫不差。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江北市要出一条鉴宝真龙了。好，太好了！天生真给我们林家争气。妈，你看，天生他做到了。怎么可能？这小子绝对是提前偷到答案了，不然怎么可能摸一下就全说对？这里面肯定有鬼。可不是嘛，指不定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真够不要脸的。是不是作弊？等下一题不就知道了。且看着吧。那么接下来将进行本次大会的最后一轮终极比试——洞见古今。天哪，18件都是顶级珍品，今天真是大饱眼福。不愧是10年一度的古玩鉴赏大会，这阵仗太绝了！各位来宾，第3轮比试洞见古今正式开始。规则很简单，3位选手需在18件古玩中各选3样，不仅要鉴真伪，还要估价。但本大会规矩严苛，一旦鉴定错误，淘汰；估价相差超过2倍，淘汰。若全部被淘汰，本届大会将没有胜出者。现在，请3位选手开始挑选。叶先生，另外2位选手已经开始抢占先机了。您是对规则不清楚，还是被这阵仗吓到？我喉咙有点渴，麻烦给我倒一杯茶水。这小子也太狂妄了吧！大家都急着抢宝贝，他居然要喝茶，装腔作势。等好宝贝被韩大师和高少挑走了，看他怎么哭。叶先生，您的茶，您慢慢喝，小心烫着。等那2位大师选完，您捡剩下的也来得及。你在教我做事？不，我没有。为何在他的面前，我会出现一丝胆怯？一定是错觉，不就是懂点鉴宝的臭小子，他凭什么让我惧怕？本姑娘一定要征服这个男人。茶不错，接下来该看某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当众出丑。现在宣布第1位选手的鉴定结果。第1件，清代嘉庆粉彩万花锦纹长颈瓶，真品，估值200万，符合原价，正确。第2件，明朝洪武龙泉青釉刻连纹菱花式大盘，真品，估值500万，正确。低调，低调。太厉害了，连续2件正确，已经积攒了700万估值了。可惜，第3件战国青铜爵为现代高仿赝品，这位选手鉴定为真，按照规则淘汰。不可能，那绝对是真品！你们暗箱操作，我要抗议！我要抗议！赢的人是我！保安，
把这个扰乱会场秩序的人拖出去。放开我！你们这群骗子！我是鉴宝大师，我没有错。呸！还以为多有本事，原来中看不中用。他就是一个九流鉴宝师，能通过前2轮，肯定是踩了狗屎运。诸位，这是高阳的答案。安静，各位，我们现在开始检验高阳的答案。经过评委一致认定，高阳大师挑选的3件古玩全部为真品。明万历梅瓶估值500万，明圣茂业画作1000万，清雍正玛瑙杯1500万，总铸价3000万。承让。3000万总估值，应该创了历届大会的新高吧？叶先生，3000万，高阳把最贵的珍品都挑走了，我们可怎么办？怎么办？直接认输，跪下磕头呗！想赢高阳大师，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叶先生，该你上场。要是现在认输，还能少丢点人。聒噪，林少卿，看好了，看我怎么拿第一。宋代山字青铜镜，真品，估值75万。明代和田玉双狮香薰炉，真品，估值47万。清乾隆金地天球瓶，赝品。明代徐弼丘陵草亭图，真品，估值369万。他连摸都不摸，看一眼就断真假估价，这也太快了吧！快又怎样？谁知道准不准？各位贵宾，相信大家现在应该心里都有很大疑问，到底叶先生鉴定的是对还是错？稍安勿躁，请评委来为我们解答，好不好？太好了，我们不信一个年轻小子能有那么高超的鉴宝本事。周文康和范女士可是圈内公认的字画鉴定泰斗，等范大师一开口，这小子的牛皮就要被当场戳破了。这不可能！周兄，看出什么端倪了吗？这画是高仿的赝品。不，是真的，确实是明代徐中真迹，而且去年同款的成交价刚好是369万，分毫不差。他居然连看都没仔细看，就给出了最精准的估价，这怎么可能？经过我们5位评委耗时2小时的联合鉴定，叶天生先生刚才1分钟内给出的所有古玩结论完全正确。叶天生，你的确很有本事，只不过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最值钱的3件古玩早已落入我的口袋，估价高达3000万，你就算把剩下的垃圾全认出来，也超不过1000万。论鉴宝眼力，我确实棋差一筹，但规则就是规则，我手里握着3000万的绝对优势，他就算全部认对，在总估值上也绝不可能翻盘。这一局赢的人依然是我高阳。这个叶天神就是个蠢货，空有一身本事，刚才为什么不早点去抢占那些高估值的古玩？就是，现在好东西全被高阳选走了，叶天生就算全认对了，也是个输，真是丢尽了我们林家的脸。爸妈，你们别说了，我相信天生，他绝对不会轻易认输的。你的鉴宝水准实在太低。
你说什么？我可是名扬四海的燕城第一鉴宝师，你一个无名小辈，凭什么口出狂言？胜负已分，不必浪费时间了，评委们快点宣布结果吧！这次睾丸鉴赏大会最终的胜出者，毫无疑问就是大名鼎鼎的高阳赢了。至于那个傻傻的愣头青，还不喊保安把他轰下台，丢人现眼的东西！哼！本领兄，大局已定，我们还是尽快宣布结果，免得台下议论纷纷，招来非议。依我看来，高阳胜出，实至名归。好吧，既然结果摆在这里，那就由我来宣布。叶老弟，我很欣赏你的天赋，但大会规矩不能变。高阳先生的3件古玩总价值最高，我只能宣布胜出者是。且慢，我还没选呢。既然叶老弟执意要比，那就让他挑完，省得说我们古玩协会不给他机会。叶先生，请你快点儿，我们电视台还要给胜出者高阳大师做专访，别耽误大家时间。我选他。不过是一件清代的红木雕器，连个正经底座都没有，顶天值个10万块，你指望他翻身？叶先生，挑3样古玩而已，随便拿2件认输得了，何必装模作样？不用3件，1件足矣。1件，高阳大师现在的估值是3000万，你凭这1件木雕想超过3000万？对，而且不止3000。疯了！这傻小子绝对是输疯了，开始胡言乱语了。哈哈哈哈哈！一件破木头值3000万，叶天胜，你是在白日做梦，还是把我们当白痴？经过江州省古玩协会见证，此件出自清代的红木雕品，可能是寻常人家拿来装饰大厅之用，估价约10万。叶老弟，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虽有天赋，但太狂妄。今日一败，对你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哈哈哈哈哈哈！一群有眼无珠的井底之蛙，就凭你们这群废物，也偏对本大师说教？这小子疯了吧？竟然骂5位泰斗级评委是井底之蛙！哼，跳梁小丑，哗众取宠罢了。我们是井底之蛙，叶天生，那你的依据是什么？今天你必须说个明白。机会来了，俗话说得好，做人莫装逼，小心被雷劈。看我怎么收拾你个该死的兔崽子！叶天生，这次你还不死？叶天生，你装什么装？你不过是个无名无分的倒插门女婿，有什么资格在大放厥词？大家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个靠老婆养的废物，故意在这哗众取宠。原来是个吃软饭的赘婿，真丢男人的脸。这种毫无尊严的底层垃圾也懂鉴宝，真是笑话。这个扫把星，嫌丢人丢的不够大吗？行了，少说2句，一会儿看他怎么收场。叶天生，你公然质疑我们评委亵渎省古玩协会的公信力，今天你若是拿不出依据，我让你在古玩界彻底除名。天生啊，我本来看中你的才华，但你侮辱几位前辈，实在有失道义。若是没依据，就赶紧跪下给周总赔罪。诸位稍安勿躁，老夫相信叶老弟绝非信口开河之人，不如听听他怎么说。好，看在本领兄的面子上，我就给你3分钟。叶天生，大家都等着呢，说吧，你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还笑得出来，真是个疯子。要我给你们依据，听好了，我叶天生讲的话就是依据。放肆！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晚辈，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叶天生，做人要留3分余地，过于锋芒毕露，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不是我锋芒毕露，而是你们这群所谓的鉴宝专家，全都是鼠目寸光。这本是传世的瑰宝，如今却被你们这群庸才鉴定成清代用来装饰大厅的破烂。你们有何颜面做鉴宝大师？难道真的是我们鉴定错了？呵呵，叶天生，你说的再好听也没用，除非你拿出确凿的证据，不然的话你也只是信口雌黄。假如这件古玩不是装饰品，那又会是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不可能，这竟是古琴！我们全都看走眼了，是我低估了这小子。他到底还隐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太好听了，我听了20年国乐，从未听过如此涤荡心灵的神音。叶大师，这古玩究竟是什么来历？老夫求您指点迷津。古乐典籍中有记载，古时宫廷曾依照吴穴古律打造专属乐器。眼前这件正是失传千载的古制五弦乐器吴穴。天哪！失传数千年的乐器，这岂止是无价之宝，估价至少在3000万以上。何止300万，翻上10倍也买不来这种国宝的1/1000。叶大师，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请受学生一拜。叶大师，请受学生们一拜。传承华夏文明，讲述古玩所蕴含的民族智慧，乃我辈分内之事。各位请起，牢记此心便可。叶大师，刚才您的非凡表现，真是令周某大开眼界。我家刚好有几件藏品，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帮我长长眼。好啊，改日我就去拜访。太好了，我随时欢迎。那我就先告辞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一个废物赘婿，怎么可能认出这种国宝？叶大师好眼力，我高阳输得心服口服。你的水平还算不错，只是需静下心来，好好钻研。是，多谢大师指点。天生，你刚才怎么不顺杆爬？正好让周总把科学城的项目当场交给我们啊！对呀，你真是傻了，让这个大好机会白白溜走，谁知道那周副使还肯不肯认账？我自有主张。你有什么主张？仗着懂点鉴宝，翅膀硬了，连我这个岳母的话都不听了。少卿，你快管管他！妈，你小声点儿，大家都看过来呢。我是他丈母娘，说他几句怎么了？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叶大师，请留步，这是本次大会的至高奖品，请您签收。玉圭，和氏璧一样的无价之宝。哟，大哥，你走这么急干什么？不多留一会儿，喝杯庆功酒？建中，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周总虽然在对叶天生另眼相看，但科学城商业项目的合同一天没签，好戏就还在后头。哈哈哈哈，大哥，这好戏也得看是谁当主角。有些人啊，怕是连上台当个路人甲的份儿都没有。林建中，走着瞧，我们走。
大哥慢走，好走不送啊！天生，你知不知道，如果拿不下科学城的项目，我就会被踢出家族，咱们一家就只能留宿街头了。放心，我会帮你拿到科学城的项目。投标的公司需要5个亿的保证金，现在只有7天的时间，如果交不上保证金，我们就只能被踢出局了。可这些天我们往哪儿弄这么多钱？少卿，你不用担心，有我在，资金的事情交给我来解决。这不可能，那可是5个亿，就算把公司拍卖了也凑不够。相信我，没有我叶天生办不成的事。你现在立刻去准备科学城项目的发展计划书，7天后，这个项目必定属于我。叶天生，你能不能不要再说大话了？反正我也指望不上你。你根本不懂我为了公司，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你不体谅我也就算了，还整天吊儿郎当、胡言乱语。想在7天之内筹集这笔钱，只有一个办法：去鬼市。看了大半个钟头，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5亿的缺口，靠这些杯水车薪。老板，这个破表怎么卖？100。那人明明看上了青玉，却故意放下买挂表，是想让摊主以为青玉不值钱，回头再来捡漏。可惜看走眼了。老板，这个怎么卖？这可是上好的青玉，看你诚心，一口价5万。一件青玉，为什么这么贵？少废话，在鬼市全凭眼力。你要不要？要，100块，卖不卖？我去，哥们儿，你这砍价也太狠了吧！有你这么买东西的吗？大哥，我家刚装修了房子，老婆让我随便淘件便宜货回去摆着。等等，小哥，给个痛快价，500。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150，不卖我去别家看看。小哥，先别走，回来。我身上就这么多。不是吧？才300多块，你一个大男人，带这点钱来逛鬼市？我老婆管得严，1个月就给这么多。唉，懂了，哥们儿，婚后男人不容易啊。这几10块留着买包烟，千万别让你家婆娘发现。东西你拿走吧。多谢老板，下次添置物件还来找你。唉，又是一个受老婆管教的倒霉蛋。这可是价值1000万的汉代青玉父尊，得赶紧走小路离开，免得惹来祸端。老大，那小子进了草丛跟丢了。妈的，那可是老子盯上的青玉冯尊，分头搜，掘地3尺也要把那小子揪出来。在那边，快追，别让他跑了。该死，我绝不能被他们抓住。脚步声是朝这边来的，不管是谁，先下手为强。是个女人。抱歉，事出紧急，他们好像走远了。那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走。喂，你等等我，走那么快干什么？你这人太没绅士风度了，我在后面越喊，你反而走得越快。我不叫魏，那你叫什么？先生。就叫先生，没有姓氏吗？真是奇耻大辱！以前那些男人哪个不是对我百依百顺？
除了那个混蛋叶天生，就属这家伙最可恶。你哭什么？你欺负我！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就有，你刚才对我做的那种事，现在就想拍拍屁股不辞而别，你这个渣男！那你要如何才肯不哭？除非你帮我一个忙。只要你不哭，我答应便是。这可是你说的。其实我得到线索，今晚有人在鬼市贩卖赃物，我暗访被发现了。你现在跟我去地下拍卖会，有人陪同，他们认不出我们。行，带路吧。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入正题。今天来了不少新朋友，那我先说明3条规矩：第一，严禁任何拍摄录音；第二，凡交易者皆用代号，不得追查真实身份；第三，东西出门概不退换，风险自担。在下代号玉公子。玉公子，赶紧开始吧！这些我们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既然师老急了，那拍卖会正式开始。第一个环节，藏有自觉，各位可自行上台展示宝物。既然大伙儿都端着，那我就来抛砖引玉。胎质细白，釉色莹润，青花色调淡雅。这是难得一见的元代青花精品。底价5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550万，680万，810万，底价好100万，低10万，贼价好100万，好100万，1100万。好，1100万，风信子，这件元清华归你了。我的天，随便一件普通货色，就在这里拍出了1000万的天价。1000万而已，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开始。你要干什么？你也有东西要卖？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新朋友，请问怎么称呼？准备拍卖什么宝贝？代号先生。这是青玉父尊。看这玉质，看这刀工，形态古朴端庄，绝对是宫廷玉质。天哪，这不是他之前在路边摊用300块买来的破烂吗？天宫啊！乾隆6年下旨苏州织造，历时近7年才完工的青玉梵尊，这要是放在正规拍卖行，成本加上大师工钱，起码要大几千万起步。几千万？他用300块捡捞了几千万的国宝。先生，这确实是绝世孤品，请问您的起拍底价是？1000万，1块钱。1块钱起拍，疯了吧？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眼光会给他一个合适的身价。开始吧。2000万，3000万，3000万，3000万，5000万。9000万，成交。你藏得好深，带了这么一件稀世瑰宝，居然也不告诉人家。
你又没问，还差4亿1000万。各位，这物件是我偶然所得，找了无数鉴宝师都认不出，家里急等钱救命，底价1000万，求各位赏光。还以为起拍价1000万的东西会是稀世珍宝，原来只是一个平底锅，真把我给震惊了。倒也不能说这玩意儿一文不值，依我看来，兴许是古代人家里拿来烙饼的族具，可惜了，我家刚买了新的平底锅，不然把这个带回去还能勉强用下。收藏了20年，花了几十万去鉴定，难道真是一文不值的破平底锅？这个破玩意儿留着何用？老子砸了它！住手！你想怎样？还嫌笑话我不够吗？这件东西我要1000万！你当真要了？我操！还真有人愿意花1000万买个生锈的平底锅？世上永远不缺傻子。东西我要了，收钱。先生，您的9000万瑞士本票扣除1000万，余额已置换。多谢先生，合作愉快。不用了，放回桌子上。这件出自西周的青铜犀甲盘，底价1个亿，请各位竞拍。1亿？他刚花1000万买下，转手就卖1个亿？穷疯了吧？把我们当猴耍呢？什么？失传1000年的青铜犀甲盘？当年陈介奇收藏之后，犀甲盘便失联至今，那可是国宝。不对呀，相传犀甲盘底有133字西周铭文，记录战争与封赏。这破锅底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分明是赝品。玉公子，劳烦准备些东西。先生请讲。醋、盐、柠檬，一把刷子、面粉和清水。不知先生要来有什么用处？给你们开开眼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那是铭文，130个字，一个不少。这铭文排列整齐，毫无斧凿痕迹。快把记载犀甲盘的古籍全拿过来！犀甲盘在南宋后就失传了，这真的是真的？真假？看底盘铭文便知。玉公子，你没事吧？到底是真是假？真品，这是失传100年的国宝犀甲盘。在下眼拙，险些让珍宝蒙尘，请先生赐教，您是如何一眼断真伪的？现代伪的造假盘多用硝酸等乔酸进行化学腐蚀，以此避开刀刻痕迹，但腐蚀法会导致笔画过肥，字口粘连。而这尊犀甲盘字迹刚劲，是绝对的古法铸造。先生真乃神人！我宣布，此盘底价1亿，竞拍开始。底价就敢定1亿，太冒险了，很容易流拍。2亿1000万，2亿6000万。这群人难道都疯了吗？5个亿，谁也别跟我抢！5亿1次，5亿2次，5亿成交，恭喜这位老板。5亿，我1000万就卖了。赚够了，今晚到此为止。青玉福尊卖了9000万，
西甲盘净赚4亿9千万，5个亿的保证金绰绰有余。都11点了，少卿应该还在等我。你去哪儿鬼混了？这么晚才回来？天生，你终于回来了。科学城项目的保证金马上到最后期限了，要是再交不上，华龙就真的完了。少卿，别哭，5亿保证金我筹到了。个10、100、1000、万，5亿！天生，这真的是瑞士银行本券？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随时可兑现。华龙的科学城项目保住了。天生，我以为我们真的撑不过去了。真的，是真的，5亿，华龙有救了！哎呀，天生啊，妈就知道你有本事。累了吧？妈给你做夜宵去。天生，以前是爸老眼昏花，对你多有怠慢。今天这杯酒，爸给你赔罪，我干了。天生，这5亿，你到底是怎么在1天之内筹到的？去鬼市转了转，花300块买了一件金玉父尊，转手卖了9千万，又花1000万淘到一件假盘，卖了5亿。说的轻巧，300块变9千万，1000万变5亿。你呀，总是这样，明明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却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天生，对不起，之前我一直不相信你，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傻瓜，你是华龙的总裁，肩膀上的担子最重，我怎么会怪你？天生，今晚别睡地铺了，到床上来睡吧。那你呢？我们是夫妻，夫妻本来就该睡在一起。你要是想做什么，我不会拒绝的。少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我说我愿意。少卿，你不用这样。那你教我该怎样？继续跟你分床睡，继续看着你为我出生入死，却连一句真心话都不敢说。天生，谢谢你，谢谢你救了华龙，也谢谢你没有放弃我。少卿，我说过，这世上没有我办不到的事，以后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做我真正的妻子。傻瓜，我现在不就是你的妻子吗？